Hello，大家好，我是乌夏。今天呢，来跟大家聊聊怎么成为贺宝夫的会员。因为蛮多人私讯我说他们有在吃，然后不知道怎么成为会员，然后又因为跟我不是同一个国家，他们不晓得可不可以。那我想说，那就统一回答好了。就是说，其实贺宝夫它在全球96个国家都有贺宝夫。那加上我们现在网络这么样的方便，然后就是不管是 YouTube 还是脸书，还是不管是 Line 还是 WhatsApp，甚至就是其他所有联络的这些 APP 这些软体，已经把我们的距离都拉近了。所以在贺宝夫大概有96个国家都是可以签下线的，就是说，如果你想要成为我的会员，来让我照顾你的话，有96个国家我都是可以为你服务的。然后，如果说是帮助你，然后来给你饮食指导，或是你有什么产品上的问题，你也都可以借由这些通讯软体，然后来跟我就是取得联络。基本上我的回复都是非常快的，因为我几乎整天都在 WhatsApp 上面。那这就是说有96个国家，所以你不用担心，几乎都是可以让你成为我的下线的。就好像说我的上线是我的是台湾人，是我的高中同学，然后我有一个下线，他是在英国，所以这个网络已经让我们就是变成国际地球村了，所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我想来谈一下这个就是成为会员我的这个过程。其实在10几年前呢，我有吃过贺宝夫，那时候也是很快速的，就是有瘦下来，只是当时可能贺宝夫在南非还没有很长的时间，然后还是说刚好卖我这个产品的人他也没有就是像我现在一样，我自己有开一个群组，我每天有给他们看我在吃什么，我还有给他们做21天的，就是营养一些教育，就是不是只有卖产品啦，我就是有教你怎么吃，然后也有陪伴你，然后每2、3个小时陪伴你看吃什么喝什么这样子。那10几年前呢，我跟他买的那个人是没有这样子。那我这次为什么会开始吃？我这次是在2019年的2月份，我看到有一个朋友他在约宝，然后他就是生完孩子之后，然后用了贺宝夫又瘦下来。我看到他之后就燃起我，其实在看到他之前的几个月，我大概就有一点想要回去吃贺宝夫了。然后在另外一支影片有讲到说，其实因为上了年纪，然后要瘦下来就没有以前那么容易了，所以这个想法一直在就是在我心中有萌芽，只是那一天看到她就是怀孕之后瘦下来，就是让我更加的就是想要再回去吃贺宝夫，所以呢，我就有先打电话问他了之后呢，他有就是也跟我就是聊一下，然后因为我知道大概有4个人在做贺宝夫，所以我也很想要看看到底是谁可以跟我比较，就是说看缘分啊，看自己在哪一个教练之下可以就是说得到比较多的支持，或是说沟通上面比较没有问题。所以呢，我又有问了另外一个，就是在10几年前我跟他买，但是他并没有就是说有一个群组或是有一个支持系统教我怎么吃的这个人，我有问他，然后但是当时我并不知道会有什么支持系统，只是因为10几年前我跟他买过，所以我还是又回去问他一下这样子。所以我是先问了那一个怀孕之后吃贺宝夫有瘦下来的人，然后我又问了就是10几年前我曾经跟他买过产品的这个人，然后我又问了我看他常常都有po在脸书上面，所以我知道他在使用贺宝夫产品。我也因为他人在台湾，所以我就透过脸书的 message 就是稍微跟他聊一下。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的高中同学，他是很久以前他曾经问我说
他曾经跟我讲过，他有在做贺宝夫，那如果改天我需要的时候可以找他。所以基本上我就问了这4个人，然后最后呢，我就选择了在我高中同学的这个成为他的下线，然后让他来帮助我这样子。所以这大概就是我的这次就是成为贺宝夫会员的一个过程。然后我想要跟你分享的是说，因为你们很多人问我的都是不是在南非的，然后你有的是新加坡，你有的是马来西亚，然后你有的是那个国家名字我说不出来，不好意思。还有一个就是你现在在那个波兰的，还有其他国家的啦。那因为你们有一些看到我的 YouTube 之后，然后你私讯给我，然后想说你不是在，因为我现在人是住在南非，然后你问我说怎么样可以成为会员，那所以就让我想说，那我干脆来拍一支影片好了。因为你们很多问我的，虽然我很努力的想说讲英文，因为就是要一开始拍影片是因为我重复一直在回答一些问题给当地的一些客人，新的客人，所以我就录了一些影片直接来回答他们，用英文回答的，然后当然也打上一些就是中文字幕这样。那可是没有想到竟然很多人来回应我的都是不是南非本地的，都是其他国家的华人，然后你们都私讯我，那我想说好，那我就这一集直接讲中文好了，来跟你讲。那也很高兴，就是说得到你们的注意，然后你们有肯定我的影片，然后来问我。那我现在是要讲说，其实那在我成为会员，因为我是在南非当地，然后我当时后来是决定在我的高中同学他的下面，就是成为他的那个组里面的一个组员，就是成为他的下线，由他来帮助我。那后来当我慢慢开始，就是当我就是吃了一阵子之后，我才知道说原来当地也有当地的贺宝夫的团体，然后这对于我一开始就朝着要做生意的方面去的话，其实如果我有当地的团体是会比较好的。因为我开始去接触到当地的贺宝夫活动，我都是一个人很孤单的去参加这些会议，然后我心里面真的是会蛮难过的。但是如果说你一开始只是想要吃个瘦下来，或是你要做体重管理的话，那其实是完全没有这些问题，我是完全都可以经由网络帮助你，什么我服务是很快的，你问我几乎都马上回答，那个都没有问题。是说我自己的一个心路历程，就是我的上线他不是当地人，所以当我接触到当地很多活动的时候，我去参加很多活动的时候，我就没有我的上线带着我，我就是去那边我才发现说别人都是有一群一群的团队在照顾他们，可是我没有。那时候我是真的觉得蛮难过的，因为就觉得说好像没有一个团体在支持我的这种感觉。所以说上线如果不是当地的人有没有差，我就来讲一下甘苦谈好了。其实它有优点也有缺点啦。然后就是它的好处就是说，因为一开始我不可能会去想到说谁用，就是我一找也是找我们自己华人问一下贺宝夫的情形，我根本不会去想到说当地人他们也就是可以帮助我，就是我没有想过要联络或去问谁，问当地人说谁是做贺宝夫的，我从来没有这个想法。所以我觉得就是缘分啊。所以一开始我想要吃贺宝夫的时候，我直接就是问的那4个人都是华人，然后好处是因为语言通，然后就是跟我们的文化也比较相近，然后得到的很多资讯的话就是我们中文的资讯，或是他有开很多讲座会议的话，我们会得到这些讲座会议的资讯，我们可以去参加，都是讲中文的这样子，所以这是好处。那如果坏处的话，就是一开始我说过，就是会觉得蛮孤单的。当我去参加任何活动的时候，就是只有我一个人，我会觉得蛮孤单的。那种感觉就是好像你生病感冒了，然后你的男朋友远在天边，只能打电话
安慰你，可是在旁边没有一个人可以端热水照顾你那种感觉，好像就是说远水救不了近火的那种感觉啦。然后所以这就是一个缺点，一开始就是我觉得我就是蛮孤单的。那但是因为我想要做贺宝夫，所以我一定要克服这些困难。那后来我自己呢，就是我怎么克服这些困难呢？我就是到了那些活动的地点，因为我都是一个人，我不认识半个人，然后我就很努力的去跟当地很多的教练做朋友，留下他们的联络电话，然后我们是用 WhatsApp， 所以就是跟他们交朋友吧。然后也一开始我是不知道怎么 run 这个21 Day Challenge 这个群组，就是21天挑战这个群组。然后也是当地有一个很好的那个教练，他就是很义气的，就是帮助我说没关系，那我把你加入我的群组，你就可以看我们到底在做什么事情。所以我也是很感谢他这样。然后慢慢的我就是很快速的学习说，那我应该怎么样建立一个群组，群组里面我应该要放什么东西，我要拍照给人家看我在使用产品，然后这一些，然后我又得到就是我台湾的上线，他有给我一些21天的营养资讯，然后我又从当地的其他教练得到一些营养资讯，这样子等于说我就是有两边的资讯我都有。然后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很孤单之后，然后我开始就是自己求突破，去认识很多当地的教练，然后寻求帮助，然后主动去询问。那当然我要求人家帮助也是我必须要付出啊，所以我在他们的群组里面的时候，我就很认真的，他们说要做什么事情，他们说要泼奶昔，我就认真泼奶昔，一天都没有缺席过。他们群组里面可能有6、7、80个人，几乎就只有10个人左右在 po， 我就是那10个人里面的那一个人这样子。所以我就是感觉好像就是你没有爹娘在身边，你就要更加的刻苦耐劳，自己就是不要那么白目，颜色好一点，我是这样子啦。所以就是这个是我如何寻求资源，然后跟人家学习。所以目前呢，我在认识很多那些教练之后呢，然后就是学习到他们很多方法，然后我又有台湾那边的资讯可以询问或是怎样，就是变成说我有两方的资源，然后后来我就慢慢走出自己的一条路了这样子。那其实我也想过说，其实一切都有上天美意的安排啦。今天如果说我一开始就是参加当地的团队，有可能就是也会有怠惰的心态，觉得一切都有人扛着，我不需要，就是我 po 也没有关系，有 po 没有 po 都没有关系，我有这样做没有这样做都没有关系，反正我上面有人扛着，可能就会有这种心态。在我当地的下线来讲呢，在我的团队里面，我就是这个团队里面在南非最高级的人，所以我努力的往上爬，我努力的寻求各方的资源，导致说现在，然后我当然也是能够比较感同身受，因为走过这一条路，知道说今天如果你在他乡异地，就是跟我不是在同一个国家，那我要如何能够帮助你？其实一开始我是会觉得说很可怜，就是自己一个人。可是慢慢的，我参加很多会议之后呢，然后就是在贺宝夫目前是2年了，我目前是世界组啦。然后其实慢慢的我知道说，其实在这一条路，如果你要做生意，你要成功的话，其实当然就是说上线或是谁给你的帮助，那个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自己，你有没有持续，你自己有没有这个恒心毅力，不要说做没几个月然后你就放弃了，重点是你自己。不然说真的，你认识多少，就是你的上线在这里有多少，或是说你们的团队里面帮你做多少事情，可是你自己没有去付出努力，你不去喝奶昔，你不去参加会议，你不去锻炼你的身体，其实说真的，你的生意也不可能因为你的上线是在当地你就做得很好啦，也不会是这样子。但是这是后来慢慢，因为我比较就是把自己有
就是2年下来也帮助了蛮多人，然后自信心也比较饱满之后，然后也做很多的自我成长，然后所得的一个小小心得吧，就是说其实一切都是取之于在，就是决定于在自己啦。你会成功失败，你的身材管理会成功会失败，是决定在于你自己，而不是你的上线有没有在你身边。然后呢，你要做这个生意，你会不会得到顾客？你得到顾客之后，你有没有好好照顾他？其实这个跟上线是没什么关系啦，因为客人是认你，因为我曾经也有很多我自己的下线，然后他们会转介绍一些客人过来，他们觉得我讲的比较好，叫我跟他们讲。可是讲完之后，他们还是比较认，就是他们觉得他们跟他们朋友比较亲近，所以今天由我开口来跟他们讲话，其实他们也要来买或成为会员的几率也不高啦，反而是我的下线他们吃觉得不错，然后嘴巴就是讲个几次之后，因为朋友亲嘛，所以他们反而会加入，所以我是觉得在于自己啦。那但是因为我为了弥补这个缺憾，所以我有自己努力在收集资料这方面，其实我已经就是有建立一个资料库了。那所以如果人真的有努力想要往上爬的，然后我这边的可以支持你的这些资讯，就算你在跟我不同一个国家，其实也是够了啦，因为其实主要还是自己要不要做，再多的资讯的话，其实是对成功没有什么帮助啦。重点是自己有做很多自我成长，你有提升之后，其实这个生意是跟着自我成长提上去的。好，所以呢，如果你想要就是成为会员的话，你可以就是跟我联络，不管是你以前有吃过没有吃过怎么样，透过网络其实我是都可以帮助你，然后达成你的目标，不管你的目标是要说体重管理，要变胖，要变瘦，然后或是只是要健康而已，这个因为现在网络的关系，所以就变成是无国界一样，我都可以帮助你，只要你在这是96个国家里面的话，你都可以签成会员，变成我的下线，我都可以来帮助你。那如果你是对做生意这方面有兴趣的话呢，那我也大概跟你分析了，就是当地会有当地的贺宝夫团队。其实我想过，如果重新来的话，我也不晓得我会不会找当地的人来就是成为我的上线，因为一方面我不知道任何人谁是做贺宝夫的，那我如果随便去问的话，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人以后成为我的上线的这个人，他到底是不是负责任的人？如果好运的话，那当然我会碰到好的教练，他会带领我。但是目前像我的团队里面有几个是他以前参加过，可是他们的教练完全就是他们的上线完全没有对他们做这些教育，或是说有一个群组来支持他们，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每天过健康生活的群组，他们没有。但是他们认识我之后，就是签成我的下线之后，他们才知道说哦，原来贺宝夫有这种东西，他们之前的教练没有给他们。不过是很多年前的啦，因为我们也是要注意到不要抢人家下线的问题，然后这一些那个是要再讲了。但是就是说，我曾经也想过，今天如果我在当地找到我的上线，我如果好运的话，我的上线他会是负责任的。可是如果不好运的话，我也有可能会碰到就是不负责任的，根本不管我的人这样子。那所以我觉得都是缘分啦。那以我的例子，就是我的上线就是我的同学，然后我也知道他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然后我也知道他有的才会讲有，没有的就不会，就是没有的就讲没有，他不会骗我，然后他也是一个认真负责的人，然后他也一路帮助我到就是帮助我在一开始，那当然当地很多东西他没有办法帮助，那但是后来慢慢长大，就是我在这个贺宝夫的这个做这2年里面呢，我慢慢接触到当地的团体，然后就是得到多方的一些帮助这样子。但是就是话说回来，今天如果让我重新再选择的话，我觉得要我来找当地谁是做贺宝夫的，
说真的也是你不知道会找到谁，因为不认识半个人谁是做贺宝夫的。然后呢，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负责任，所以万一找到一个不负责任的，就是不管我的，然后我也不会知道说原来里面还可以有这种群组的支持，原来这里面还有很多就是上线必须要交给下线的很多东西，我也不会知道。但是还好我的同学他是负责任的人，他就是指导了我这一些，然后再加上我自己的努力，我很主动的去寻求当地的资源，然后到现在就是有一个系统性的。大概这个是我的一个经验谈啦，我自己的一个心路历程啦。然后最后的结论，我就是会觉得说，你的上线不管是不是当地的，是不是跟你在同一个国家的，其实一开始会觉得好像关系蛮大的，但是后来会觉得说，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关系，因为最大的关键是在自己。好，那如果说你喜欢我的影片，然后你也想成为我的下线，那就欢迎你跟我联络。其实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 WhatsApp， 那你如果跑去脸书的message 去找我的话，我可能过几天或怎样我才会看到。但是我看到是一定都会回啦，但是只是跟你说，我几乎整天都挂在 WhatsApp， 因为我的客人、我的会员，所有的东西都是在 WhatsApp。好，那就希望今天的影片有帮助到你咯。那我们下次见，拜拜。